子回来了。无心师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因为师兄说过，寒水寺仍旧是我的家，随时都可以回来。现在寒水寺的僧人都离开了，就剩了我一个俗家弟子。师弟若是能回来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可惜只能短住几日，不能久留。师兄，我这一次有一事相求。瞳孔溃散，分明神志已失。放心，我能救他。明侯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，跟随师兄学习伏魔神通。以拳正气，降外魔，伏心魔。师父虽然说过这句话，但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。没事，明侯就留在这里。我要去找个人。江湖传言，他当年也是害死我阿爹的人。难道师弟心中还有仇恨？当年百里东军与我阿爹对决时胜了半招，我阿爹重伤突围而出，最后在江南被人劫杀。江湖传言，那场劫杀的领头人正是李寒一。我只是好奇，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所以，你要去雪月城寻找李寒一？不，当日在雷家堡，李寒一已经现身。他被暗河大家长所害，如今已经走火入魔，所以我要去寻找他。连雪月剑仙李寒一也能被暗河所害，这江湖是真要变天了吗？是整个北离都要变天了。侯爷披星戴月赶回天启，却不入宫跑来我这里，可是遇到了什么棘手之事？我听有人说，三蛇岛之外有座仙山，名为蓬莱岛，岛上有位仙人，能乘风而起，御风而行，和天地共存，与日月同老。不知国师是否知道这位仙人？百里东君也与我提起过他在那里的经历，但我劝他莫要再回那座仙岛。为何？此乃奇书无上录，书上称法有三成，仙分五等。这五等仙分别是天仙、神仙、地仙、人仙、鬼仙。哎呀，国师，我知道你道法高深，可我是个外行，这些东西我也看不懂啊。哈哈，别急，方才说的五等仙中，就有侯爷你说的那种。世间不少奇功异法，只要潜心修道，就能得道长生。那蓬莱岛上的那位仙人，可能便是这世上真正存在的一位地仙。难道这世上真的有仙人？师尊，皇帝陛下已在偏殿等候。哎呀，我这位皇兄啊，就是有点心急。参见陛下。免了。谢陛下。小十四，回天启之后，为什么不到平清宫见顾，反倒来国师的钦天监呢？臣弟有些困惑，想得到国师的解答，才敢来见皇兄。那国师可解答了你的困惑呀？哎呀，这国师高深莫测，好像是答了，又好像没答。小十四，你只需要告诉顾，你是不是见到了楚河？见到了。为什么不把人带回来？臣弟也想把他带回来，只是楚河身边有几个人拦着。
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？是雷梦沙将军的儿子，还有一个人姓唐，叫唐莲。是唐莲月的唯一弟子，后拜入雪月城，也是百里东军的弟子。雷家堡、唐门、雪月城，还要掺和萧氏皇族的家事吗？皇兄，也不仅仅是他们，楚河现在也不想回来。他还在怪孤吗？不，其实他是愿意回来的。楚河的一身功夫和经脉，似乎在昔日离开天启的时候被人所毁。此次在雷家堡和暗河的杀手一战，又加重了伤势。幸亏得到药王传人相救，才暂无大碍。但是要完全治愈，还得去趟海外仙岛。据说岛上有个仙人，能够治愈他的经脉。虽然路途凶险，但是楚河还是想亲自去求访。本以为他是在斗气，却没想到他竟会有这样的遭遇啊！难怪你跑到国师这儿来。仙人知道吗？回禀陛下，蓬莱岛海外仙人之事，臣只是耳闻。敢问国师，可治得好楚河的病？能保一命。好，既然国师有此一诺，那孤就放心了啊。小十四，从天启赶去东极，能否拦得住他们？皇兄，可是臣弟已经答应楚河了。哼，你倒是都敢擅作决定啊！臣弟不敢。陛下，景威公公倒是可以办此趟差事，他正在去东极办事的路上。这不就是在海边吗？我怎么就找不到海呢？公子，海在东边，我们在西边，自然见不到。谢谢啊。东边，我怎么走到哪儿都不认得路？时候不早了，公子去海边做什么？哦，我去买点吃的。海边的集市午后就关了，你买不到吃的。啊？那在哪儿能买到吃的呀？就那种新鲜的、便宜点的。去鱼市吧，那里开得晚。鱼市啊？我这叠贝壳虽然不值几个钱，也能换几个铜板。啊，那你能带我去鱼市吗？好啊，走吧。哎，走。哦，对了，公子，你叫什么？啊，我叫雷无节，姑娘叫什么？我叫珍珠。珍珠姑娘，你从小就在这儿长大的？对啊。那你出过海吗？我们城里的人谁没出过海啊？那我想去三蛇岛，你知道三蛇岛这儿的渔船能去吗？三蛇岛，普通渔民家的船当然去不了。你去那儿干嘛？捕蛇吗？我是想去看看，毕竟那是传说中的海之尽头嘛。港口最近是来了一艘大船，你看，那艘大船上有一面特别威风的大旗，是一只木火而飞的凤凰。他们说啊，那叫雪松长船。我记得爹爹说过，雪松长船是北离最大最快的船了。这世上应该只有雪松长船能驶到那么远的海里。要不，哎，你明天去看看。原来如此。大师兄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也饿。这臭小子实在太不牢靠了，这都2个时辰了还没回来，也不知道去哪儿玩了。
该不会遇到什么不测？不会的。我猜这臭小子肯定迷路了。大师兄，小子，来吃螃蟹了。你可算回来了。你个臭小子，让你出去买东西吃，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那可说来话长啊。我去了他们这儿鼎鼎大名的海鲜鱼市，那有这么大的乌龟，这么长的青斑鱼呢。哟，有这么大的乌龟，这么长的青斑鱼，那你就带回来一点螃蟹。那因为这便宜啊，这么大一盘，童叟无欺，只要10个铜板。雷师弟考虑的也没有错，我们出海还需要借船，也不知道得花多少银子，不要生气了。笑话，我乃雪落山庄庄主，曾经在千金台赢下过一座城池，我会坐不起船，买一艘给你都行。对，萧庄主威武，萧庄主霸气。那萧庄主这个螃蟹就是不吃了是吧？放下。嘿，那就吃吧，吃。在哪弄的破贝壳啊？哦，这贝壳啊，我是在他们当地一个渔民姑娘那儿买的。我买她的贝壳，她帮我打听船的事情。你打听到出海的船了？当然打听到了，但是啊，他们这儿的船根本不可能出那么远，那官家也不让开。不过有一艘叫雪松长船，它可以开到很深很深的海里。雪松长船？那船上还有一面很威武的旗帜，上面好像是一个木火而飞的凤凰。那个旗上的图案是凤凰羽飞，乃是青州穆家的族徽。青州穆家？青州只不过是一个范畴，正确的叫法应该是青州9城。这9城均乃商城，占据北黎8成的商业，亦是北黎最大的经济中心，也代表了天启的财富。这么说，青州9城就是你们家的藏宝库呗？也可以这么说。9城之中，穆家被称为青州首富。哎，这客栈名叫观潮，却离海这么远。客栈又这么矮，别说观潮了，就连潮声都听不到，真是名不副实。你那说的，你那雪落山庄四面漏风，屋顶破洞，外面飘大雪，里面飘小雪，那倒是真的名副其实的很了。比起大半年前的雷师弟，这不仅剑法精进了不少，嘴上的功夫也是越来越厉害了啊。那毕竟近墨者黑嘛。我有点想我这雪落山庄。那倒是，也不知道倒闭了没。开个玩笑呢。哎，对了，我听珍珠姑娘说呀，这个时候的鱼市是全天最热闹的时候了。咱们快走吧，我带路啊。雷公子，雷公子，这儿，这里。珍珠。哎呀，哦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萧瑟，唐莲。你说的那艘船，我帮你打听过了，是青州来的大商船，要入深海寻药。此次出行要招募整整60人，行程4个月。4个月啊，这么久啊！所以一开始吧，大家都不愿意去。不过穆家说了，一个人给20两金子，这可相当于我们普通渔户10几年的收入。而且先给金子后上船，大家都去应招了。现在有多少人被招去？据说一上午只招募到了2、3个人。2、3个人，是什么样的招募？是看浮水打鱼的本事吗？他们就在前面，要不我带你们看看去。啊，走。好。就是这儿了。雷公子，我先去打鱼赚银子了。哎，哇，这什么蛇？看起来好凶啊！是金线蛇。此蛇剧毒无比，它的毒液提取出来，便能解天下蛇毒，所以在北黎十分珍贵。一杯毒液便能卖上近100两银子。哇！我知道这船要开去哪儿了，是三蛇岛，因为那里有大量的金线蛇。这
这是捕蛇人，又叫蛇手，他们的衣服上撒有药粉，能够驱蛇。哎，你看，好了。考核未通过，赏铜钱30，离场。就是。还有人想试一试吗？我来。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。他们打鱼还行，这打蛇根本就不在行。这穆家真是鸡贼，自己有钱没胆，就花钱买别人的命。有钱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穆家。那穆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此物不可驯化，留不得。慢着！鄙人姓梁，是幕府的管家，方才人群骚乱，惊扰了金线蛇，才差点误伤了几位少侠，请各位看在金线蛇培养不易的份上，刀下留情。话你都说完了，我能不留吗？等等，刚才我这2位同伴的功夫，各位都看到了。请问我们是否通过了考核？这个，看来还是不够。雷无节，少侠这剑，一看就是把好剑，想必身手一定是非常了得。如若各位能够加入，对穆家此行将会大有助益。少主找您，真是缘分。我们当家的也想见见各位少侠。幸会，在下穆春风，不知3位少侠如何称呼？萧无心。雷震宇。唐13少。诸位就是想骗在下，在编名字上，能不能花点心思呀？小僧，人家都已经看出来了，要不咱们就别编了，不然显得怪不坦荡的。在下雷无节，行走江湖堂堂正正，用假名确实不对。在下萧瑟，糊涂了，我这本来就是个假，又何须占便宜？在下唐漠河。江湖上谁不知道我的名字？都是好名字，请坐。诸位少侠看着都不像本地人，不知为何来这海边小城啊？我们3个是同一个师门，我是他们的师兄。此次也是奉师父之命，带2位师弟出来游历，去看看那穷山之巅、沧海尽头。伏天沧海尽，入云穷山巅。想要看到这沧海尽头，也只有我们穆家的雪松长船能够做到。不过，我需要3条蛇的蛇胆，诸位身手都不错，不知能否助在下一臂之力？你要找什么蛇？金线、银衣、铁琉璃，都是剧毒的蛇胆，你要它做什么？不瞒诸位，在下有一朋友得了一种怪病，久寻名医无法得治。我偶然在一古籍上寻得一法子，上面需要这3条蛇的蛇胆作为药引。是什么病？殿后桃花漫天下，堂下何须了姻缘？锦帐风云难相会，枉负桃花低露恩。好诗，好诗啊！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好什么诗？不懂就别瞎夸。他要做的是壮阳药。萧兄说的直白了点儿，不过确实是这样。那你的那位朋友，不会就是你自己吧？怎么会？这取蛇胆如此凶险，阁下为朋友舍身赴险，
很难不让大家怀疑，此人就是你啊。哎呀，实不相瞒，得此病的是我大哥。此行呢，一来是为了给我大哥治病，二来也是为了寻找些药材。哦，那这病难治吗？容易得吗？你还小，不懂。其实我也不懂。啊？感情就只有我懂是吗？你们俩这样弄得我很尴尬。其实我也是博学而已。哎呀，诸位若是愿意帮忙，纵使天涯海角，也一定给诸位送到。是吗？我们要去的地方，真就是天涯海角，比三蛇岛还远的地方。不如这样吧，穆公子。到了三蛇岛之后，我们替你找蛇胆，你为我们留下一艘小舟，原地等我们7日，怎么样？那若是7日之后，诸位还未归来呢？自然是不用再等。你们如此冒险，真就是为了看那沧海绝境？能见世间人不得见之景，不值得吗？确实值得。几日后出航？再等3日，等召集了足够多的捕蛇人之后，咱们就出发。好，3日后见。等一下，方才听我手下所言，这位雷兄内力深厚，连金线蛇都为之而躲。这位唐兄内功更是深不可测，虚空弹指，神乎其技。却是不知道，萧兄，你有什么本事啊？实不相瞒，我没有本事，但我这2位兄弟愿意听我的，够吗？很好。卖鱼了，刚捞上来。这个穆兄答应的这么爽快，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？不会。为什么？这种有钱人家的公子哥我见多了，都自以为风度翩翩，气宇不凡，事实上没什么城府。听我说了2句想去海之绝境的话，就好像是找到了知音，掏心窝子，挺好评。哎，萧瑟，那你之前也是这么想我呀？之前算我眼拙，看错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是装穷，想不到你是真的穷。好了，总之我们找到出行的船便好。接下来我们……看师兄，刘杰，哎，出船的费用我替大家省下来。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吃顿好的？那我们去找珍珠姑娘吃千鳗鱼去。好，走。韩毅，你到底要找到什么时候？你走开！你仔细看看我是雷轰。雷轰？对，我是雷轰。你看看我，你是不是认出我了？雷轰，若当年不是你们兄弟俩接连上望城山挑战，我就不会错过玉珍。若这次不是我赶去雷家堡见你，玉珍她就不会下山，她也不会死。雷轰，你去死吧你！韩毅，为什么在下每次出场，都是在如此危急之时？救人于危难之前啊！这难道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天命？在下命中注定就是那神人离世，万丈光芒般的存在。我本不欲成天神，奈何天神欲成我。你是谁？在下无心。我叫少宗主。哎，那是天外天的无心，北离的无心，只是寒水寺里一个小光头。我谢谢你来救我，但是我不需要。你还是走吧。前辈误会了，在下是来找人的，救你只是顺便。你干什么？他已经走火入魔了，功力不在你之下。哎，在下的寿延恩师做的就是这降妖除魔的行当。我来念一些清心凝神的咒，看能不能帮血液静心，恢复些神智。
记不住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好久不见了，生疏了。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是走师傅他老人家的老路。雷轰前辈，帮我拖住他，给我创造一个机会。好。9333。一拳震我心，二拳破业障，三拳破恶孽，四拳熄灭，五拳伏幽，六拳降魔，七拳得大光明。韩一，还好当年跟师兄偷学了这一套伏魔拳法，什么走火入魔，打完收工。你是谁？寒水寺，吴心。你是叶鼎之的儿子。正是。你跟你的父亲一点儿也不像。很不像吗？你的父亲，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，都很豪迈。很多人说他不像江湖中人，身上有帝王之气。而你则不同，你的身上没有锋芒。听你的语气，你和我阿爹很早就认识了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只是江南的一位游侠，传过我几世剑招。再次见到他，就已经是魔教的教主。所以你便杀了他。你既然来问我，就说明你确信不是我。而且我杀他，那叫正邪两争，天经地义。我阿爹最后跟他接触的人是谁？一个女子。她和孤剑仙抢先我们一步到。他和叶鼎之贴面说了一句话，叶鼎之就拔剑自刎了。果然，我把过你的脉，你的功力所剩不到2成。若是被想杀你的人知道就不好了。所以，你还是先回雪夜城疗伤吧。你去哪里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对不起，没经过你的允许就碰了你的剑，它们有些脏了，我帮你擦了擦。谢谢。好久不见。你没有回过头，不还是等于没见？那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。我也不是肤浅的人。可我是。自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，我就喜欢上了你。这么说来，我也是这样。对不起，当年望城山，让你练成绝世之剑以后再相见。可我没有想到这一剑之约，竟浪费了你这么多年的好时光。好时光。在这些好时光里，你本应该遇到很多人。有的人你会喜欢，有的人你会讨厌，还有的人会跟你相伴一生。我这一生遇见你一个，知足了。可我已经嫁给他了。
如果当年先遇到你的人是我，结局会不一样吗？不会的，我一定会先遇到他。有些事情就是注定好的。对不起，虽然我走火入魔了，可我还记得我说的那些话。那些话不是真心话，那些事也不该怪你，反而我应该很感激你。可我还是那句话，有些事情都是注定好的。再见。韩姨还没有消息，真想亲自去找她呀。最近这一连串的事情，无论哪件事情都表明有人想要瓦解雪月城。唐门现在立场不明确，雷家堡又遭受重创，想要重回巅峰需要时日，而温家又超脱世外，不与江湖纷争。雪月城三大盟友全都靠不住，2位城主又不知所踪。你若离城而去，雪月城很快会分崩离析。在这棋局之上，我们都是棋子。是啊，可惜下棋的人已经死了，他把雪月城和萧楚河紧紧地绑在了一起。雷家堡的事情会和无双城有关系吗？以宋燕回的性格，应该不会。只是江湖不大，雪月城失势，定是无双城崛起的最佳时机。这么看，还是有关系的。不过无论什么关系，雪月城和无双城终有一战，这个我会全力以赴去准备的。在这个之前，雪月城靠你坐镇。我明白。哎，马上就要出海了，我这还有点激动呢。你小点声，再让别人听见咱们是没出过海的土包子。那像你这么说，你去过？没去过。你也没去过。人这一生若是没见过大海，还真算不得完美。穆公子。穆公子居然也出来闲逛，看来这捕蛇的好手是找到了。差不多了。3位兄弟也尽快做好准备，我们马上就要出海。啊，行，我现在就回客栈收拾行李。等一下，我和你们一同前去，顺便逛逛这鱼市。行，走走走。要不咱们晚上吃一顿再走吧？没钱。没问题，我有钱。哎，穆兄弟客气了。哎，那我们去问问珍珠姑娘，这段时间她也帮了不少忙，得照顾一单大生意才行。好说。那是谁啊？看起来不像暗河的人。紫衣蟒袍是大内宦官的服饰，他是宫里的人。穆公子猜得不错啊，此人正是当世5大剑之一，掌剑剑，锦威公。5大剑之一，他是你的朋友啊？跟你们一起出海？那我这艘船可真是蓬荜生辉了呀。可惜啊，他是来抓我。抓你？小子。穆公子，不瞒你说，我师父乃是天启城掌香剑锦仙公，只可惜我对练武毫无兴趣，更不想净身入宫。一番争执之后，我逃出天启。这2位朋友也是我在江湖上偶遇的，若是没有他们，我连这儿都到不了。只可惜啊，在这儿又要被截住。
素闻天启五大剑权势通天，想不到竟霸道至此，强迫人学武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要逼人净身，是啊，简直令人发指。萧兄，既然你上了我的船，就是我的人，我庇护你周全。那就多谢莫公子了。公子，随我回天启吧。跟你回去，那公子不就要变成公公了？嗯，你是谁？在下穆春风，青州穆家三子。原来是穆家公子。在下无意叨扰你们穆家做生意，只不过你这队伍中有一位客人从家里逃了出去，我得把他带回去才是。还望穆三公子。那若是我们不让你把他带走呢？这件事，我知道，明剑渊眼，因为剑下防轰过多，戾气过重，而未被列入剑谱的明剑，曾是太祖皇帝的佩剑之一。休想！穆公子。停手！洞千山，洞千山，10大名剑之一，洞千山。身穿金缕衣，手握洞千山，穆家还真是阔气。哼，我看简威公公并无杀意，再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。不如这样，你我单独找个地方聊。多年不见。公公还是这么不苟言笑。我本是来东极海师府处理公务，只不过前几日突然接到传书，上面告诉我，你会从这里出海。若论天启城中，谁最不通情面，大家想到的都会是你。可是公公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我身边有一个新剑传人，得了雷轰里寒衣真传，离那逍遥天境只有1线之隔。还有个雪月城大师兄，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，再加上那边有穆家相助，公公若想带走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殿下不会以为我出来办差，只是孤身一人吧？那阵仗未免太大了吧？我相信上面给你的旨意一定写着暗中行事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不如这样吧，公公，我们各退一步。3日之后，我们在海边决战。我只派我那雷家兄弟和雪月城大师兄，公公你也只能自己过来。若你能胜过那2人，我就跟你走。3日，公公你可以不相信老七，因为他做事不按章法。你当然也不能相信我2哥，因为他这个人城府太深，算得太细。但是你可以相信我是何人？殿下一诺千金，天启城无人不知。好，锦威便和殿下立着3日之约。那我们就不见不散。对了，小子，你跟锦威公公立了个什么约？3日之后在海边决战。决战？他这都信啊？简威眼中的我是那个一诺千金的永安王，不可能用这么卑劣的小手段。哎，这可怜的锦威公公。好啊，你个萧瑟，当时也是这么骗我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现在可都不能回航了，否则萧瑟就要被那个太监给抓走了。千罗，不是让你回雪月城通知3师尊了吗？你怎么又偷偷跟过来了？信鸽就能完成的事儿，干嘛非要我亲自跑一趟？而且你们还说好了在这儿等着我的，还好我没有像那个锦威一样上了你的当。萧瑟，你个大骗子！刘杰，哎，把你师姐抓住，让穆家再送一条船来把她给我送回去。好，做梦！
还是算了吧，怂包。你们认识啊？这话应该我问你，你们认识？其实不太认识，只是路上偶遇，千落姑娘说也想出海一趟，就一同随行了。哦，你肯定是看千落师姐长得漂亮，才带她一起的吧？怎么会？在下只是敬佩姑娘年纪轻轻，却有一览沧海之心愿，甚是钦佩呀。那如果千落师姐天生生的不美，你还会千里迢迢的带她同行？那应该不会了，毕竟路途遥远，多带一个人，就多一分累赘。那你可知，千落师姐此行并不是为了看海而来，而是为了一个人。什么人啊？他。好了，别闹了，让人看笑话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哎，对了，穆兄，你之前里面穿的是什么呀？那警卫公公一剑劈下来，你就跟没事人一样。嗨，那是我穆家的金缕衣。金缕衣？金缕衣，穆家珍宝，刀枪不入，毫无破绽。不管是10岁孩童还是军武壮汉，穿在身上都出奇的合身。这么厉害，我都没有听说过。那是因为它的价格实在太过昂贵，没人负担得起，以至于它的铸造者吴六甲和机关门全都破产了。剑是李肃王铸的洞千山，甲是吴六甲造的金缕衣。青州穆家真有钱。嗨，钱财嘛，都是身外之物。这话就只有有钱人来说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该好好聊一聊了。你要聊什么？聊一聊你们究竟是谁？我们之前不都已经说过了？你们一个姓雷，一个姓唐，一个姓司空，甚至还有人姓萧。这些姓可都是北离鼎鼎大名的姓。虽然大哥说我读书读得有点傻，但我不是真傻。你知道多少？我知道，雪月城的3城主叫司空长风，惯使一杆枪，所以我猜你是司空长风的女儿。天下皆知，司空长风育有一女，只是从未出过雪月城。说的不错。所以你也不是什么唐漠河，你是雪月城的大师兄唐莲。看来你知道的不少。没想到一下子见到这么多有名的人物。我知道你是谁了。虽然你的名气没有他们2位大，知道的人不多，但是其实我对你更感兴趣，因为你的师傅是个绝世美人儿。这你都知道？哎，那你快说说我是谁？你就是骆明轩。我才不是那个赌鬼呢！我叫雷无极，雷家堡的雷。我师父是李寒一，位列5大剑仙，雪月城2城主呢。你师父是李寒一？此话当真？放心吧，我们隐瞒了这么久的身份，若不是他真被你气着了，这傻子也不会跟你说实话。哦，那你是？别猜了，我虽然是雪月城弟子，但我不会武功，在江湖上更没有什么名号。我大概知道，你去雪月城是做什么的。这都猜到了。天下皆知，司空长风跟药王辛百草学过医术，乃是天下1等1的神医。你去找他是为了治病，但是看起来他并没有治好你，因为从见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，你是一个将死之人。你说什么？我自幼学习医术，不会看错的。他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我以为此行若是没有结果，我们还可以回天启。原来此行不成，一切便都是结束了。抱歉，我别无选择。所以你们此次出海是要找一个地方，而那个地方有能治好你的人。我劝你把所有猜测
停在这儿。穆某不才，略通医术，或许你们在这儿就已经找到了能治好你的人。简直神乎其技啊！我不如他。他是药王新百草的弟子，未来的掌门人。原来是药王谷的传人呐，难怪有如此医术。萧兄，在下有一个请求，这次回到北离之后，可否引荐我拜那位前辈为师？我仰慕药王谷已久，只可惜药王新百草云游四海，飘忽不定。不过拜在他徒弟门下，春风亦知足了。没问题，只是穆公子，你还能治吗？我若是在医，那可就是画蛇添足了。白日里还夸下海口，汗颜呐。哎，不过萧兄，你为何不带那位神医一同出海？有他在，至少你可以一直把命给续上。海上之行凶险无比，他已经做得够多了，不能让他犯这次险。虽然我与萧兄只是初识，可总觉得相逢恨晚呐。若不是萧兄身体有恙，真想与你把酒言欢一番。青罗，天已经很晚了，穆公子这边还不知道医到什么时候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不要，要是这个让萧瑟知道了，谁也别想赶我走。今晚我就要守在这儿。哎呀，师姐，李无节，萧瑟他一定会活下去的吧？是，他一定会活下去的。毕竟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像他那么小气、那么抠门的人，除了我们，也没有谁愿意收他。哎，萧瑟，你出来了！你个小憨货，你当初连碗面钱都付不起，明明是我收留的你。怎么样，穆公子治好你了吗？是在下自不量力了，早有神医出手，我这点医术不值一提。反正现在的我死不了。穆公子，在。说好的把酒当歌，提早安排了。好。三城主，二城主回来了。啊？韩一，坐。韩一，你的魔气是谁帮你去除的？无心。他怎么又回来了？他想知道叶鼎之死之前，都见了些什么人。你告诉他了？我猜他的下一步，应该是要去天启城。我们要不要先告诉蓝月？这件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安排好的。来。怎么样了？旧伤未愈，又遭遇新伤，走火入魔，内力剩的不多了。韩一，3年之内，想要重回剑仙之境，恐怕有些困难。你要有心理准备。从今日起，不要再回苍山了，
就住在雪月城。司空，哎，这件事情没得商量。我是想问小杰和萧楚河他们怎么样了？哦，千洛已经来信了，说他们已经启程去海外仙山为萧楚河寻仙治病去了。算算时间，差不多该到了。诸位可知，我们在海上航行了多少时日了？不清楚。我只知道，晃晃荡荡是一日，晃晃荡荡又是一日。我们已经快到三蛇岛了。这么快？跟我估算的差不多。马上就要跟大家暂时分别了。今日请大家喝一次酒，就当是践行了。我们这次离开，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哎，海上分别从来不说不吉利的话。穆公子，你在岸上帮我们挡过一次长剑剑。是啊，那家伙居然要抓你回去做太监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是骗你的。萧瑟，无妨。我们这一路欠了穆公子太多。若是他以后因为出手相助我而陷入险境的话，我会过意不去。那这么说，你的身份极其特殊喽？你叫萧瑟，你是皇族之人？不错，我乃萧氏皇族，本名萧楚河。萧楚河，永安王。有必要这么激动吗？为何不能如此激动？现在想把我们扔下船来不及了。你就是那个为琅琊帮庇护而甘愿获罪，丢掉皇子身份流落江湖也不肯回头的永安王。好，太好了！